今天我们换个素材，超详细讲解如何杀球。这条视频一定会让你的杀球更加猛烈。杀球是很多球友的一大难题，羽毛球打了3年也不会杀球的球友实在太多。做出来的动作是杀球，可是杀的质量远远不到期望值。从现在开始睁大眼睛看看志田的杀球和你的杀球哪里不同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先说架拍姿势吧。你的架拍姿势决定你的杀球质量。右肘和左肩一定要在一条线上，因为这姿势能让你的蓄力最大化。我们也看一下其他健将的架拍姿势，这3位健将的右肘和左肩都在一条线上。看到志田的右肘后，有些球友会有疑问，志田是不是掉肘了呢？什么是掉肘？右肘和肩在一条线上不叫掉肘，右肘比肩低的时候才叫掉肘。OK， 现在我们看一下志田的右脚，右脚后跟是不是微微抬起来了？在视频中不够明显，但肯定抬起来了。目的是为了蹬地转髋，如果右脚后跟不离地，那么蹬地力量肯定不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前脚掌蹬地才对，因为我们用前脚掌蹬地的时候弹力很足。不要眨眼，接下来讲在打高远球和杀球时最重要的转髋动作。收左脚的同时，右脚蹬地做了转髋，也就是先把髋向前顶了一下。当你转髋的时候，手臂自然向后倒。很多球友没有这个转髋动作，结果经常出现抡大臂的现象。从架拍到击球都在发力，导致在这个过程中力量很均匀，结果击球瞬间没有爆发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手臂一定要放松，不要把力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。如果把力量使用在这里，那么击球时就不能用90%以上的力量去击打了，所以你的高远和杀球都没有爆发力，明白了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转髋，先要做转髋，先转髋，转髋，转髋，不要忘了先做转髋。这个转髋将带动你的小臂，让小臂自然从后跟上来，起甩鞭子的作用，也就是力传导。OK， 接下来我们仔细看带动小臂的过程。转髋就能让身体自然转正，在这个过程中球拍也自然向后倒，然后开始挥拍。现在发现什么了吗？挥拍是从身体转正后，而不是在转体的过程中。记住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然后接下来的收腹动作不可缺少。转体带动小臂后，现在我们就能看到志田明显有收腹动作。这里讲的腹部指的是小腹，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收紧核心。人体核心就在我们的小腹上，只有收紧核心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借助身体力量来击球，而不是光靠小臂。小臂力量加上身体力量的时候，击球力量会非常大。OK， 现在开始讲闪动发力。什么是闪动发力？闪动发力指的就是击球瞬间使用的寸劲。这个过程是小臂放松的，放松，然后突然发力，这叫闪动发力。那么击球瞬间的闪动发力该怎么做呢？握拍一定要松而不丢即可。在掌心一定要留出2个手指厚度的空间，虎口呢留出1个手指的空间即可。你留出的这个空间就是你的发力空间。如果没有这个空间，击球时你就无法发力，因为你没有从松到握紧的空间。挥拍的时候，手臂要带有一定的弧度，不能绷直，更不能带有角度，因为会影响你的发力。接下来看击球，这个45度角就是你的最佳击球点。很多球友的击球点就在头顶区，球在头顶，你的发力会在中途结束。还有因为角度不够，很难下压那个球，即使下压了，质量也好不到哪去。球要么平，要么没有速度，对方轻轻一点就能把球分到左右两边，之后你就蒙圈了，然后急忙说我的，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击球点在前方45度角的时候，球的飞行是最尖的，球越尖，对方越被动，对方只能从下往上打，这样你又能获得2次进攻机会。别忘了刚刚说过的击球瞬间快速握紧拍，没有这个快速握紧，前面的那些动作都毫无意义。做前面那几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击球的瞬间能发上更好的力，对不对？就是让击球的瞬间有足够的爆发力。OK， 接下来看收拍，不要忽视这个收拍。收拍动作不对，你的击球力量肯定不够。
你的手臂在前方一定要带有弧线，同时拍头要朝下，只有做到这个动作才会做出闪动发力。相反，没有这个弧线，你的手臂和球拍直接抡下来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抡大臂。同时也要注意你的左手，当你转正的时候，左手一定要收回来，一收一出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力量。车被追尾时候的撞击力和两车正面相撞时的力量哪个更大？你懂的。你的右手和左手就是这两辆车，这个逻辑你要搞清楚。然后顺势收拍，要收到你的左腿侧方，但有的球友呢收到左臂旁或收到大腿前方，这样就说明你没有足够的挥拍，所以这个收拍动作也非常重要。对了，补充一下，当你做收腹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右大腿要抬起来，让身体产生足够收紧的效果，最后把右脚向前迈出去，这就是正确杀球的全过程。你学会了吗？被窝卷金龙，意式已贯通。